哈哈苏打水邀您收看《龙岭迷窟》，跋山涉水寻宝，喝娃哈哈苏打水，解辣去腻，清爽畅饮，助我百步穿杨，战迷窟。荣耀30系列邀你观看《龙岭迷窟》，荣耀30系列光影之美，一瞬清新。
鹧鸪哨走遍了黄河两岸，也没有找到摸金校尉金算盘的踪迹，更无从解读龟甲上的密文。适逢乱世，鹧鸪哨心灰意冷，便接受了托马斯的邀请，移居国外。后来，我外公就定居田纳西州，开了一家贸易公司，再也不管这些事情了。你外公真是个英雄啊，竟然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寻找木尘珠。什么木尘珠啊，凤凰蛋，我以为只是民间传说呢，都是没影儿的事儿。本来还想跟二位爷多亲近亲近，没成想啊，让你们二位摊上这事儿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我们摊上了啊？说来说去，还是说那珠子找不着呗。那你这叫什么屁线索？杨姐，你得这病是遗传，可以理解。那我跟胖子怎么就能染上呢？寻宝探险靠我老胡，找对象就用一对，来一对成一对，撮合一对又一对。胡八一推荐的秘密武器，快来试试它的威力。我怀疑，木尘珠曾经出现在精绝鬼洞里，它的病毒附在空气中，而你们两个刚好当时都受伤了，所以就被感染了。啊，照你这意思，这木尘珠不是什么宝贝，只不过就是病毒源。很多专家都这样猜想，但是因为谁都没见过木尘珠，所以不敢下定论。如果是病的话，就不能治吗？我外公也曾经尝试过很多的方法，都没有效果。即使往人身体里注射铁剂，最终因为病毒的原因被排斥，不能吸收。所以只有找到病毒的根源，研究它的特性，找到进一步的解决方法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先找到木尘珠。合着怎么都是个死是吧？亏我还在这虚心听了半天呢。胖子，收拾东西走人。哎，不是，怎么着的这是？别拦着我啊！咱不找木尘珠了，找什么找啊？瞎折腾什么呀？踏踏实实回去过2年好日子不行吗？这也是死，那也是死，还有什么辙呀？胖子啊，这事儿不能赖别人，要赖我，是我害的你。就是他了。哎，嘛呢？干嘛呀？这一惊一乍的，你干嘛？我自拍。不是，老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必须得冷静。松开！不是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咱们该治病治病，该找药找药，是吧？你着急有什么用？咱把话听明白了再说呀。我听得挺明白的，这美国妞就是坑咱们，才想弄死你，知道吗？你们二位怎么还把词儿给换了？这没你事。哎，这句词儿没改。老胡，我认为啊，杨小姐肯定不是这样的人，是吧？哈，你想，人家不远千里来找咱们，人家图什么呀？这事一定解决的办。是吗？是。真的假的？真真的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就是我说的。得嘞。不好意思啊，杨小姐，咱接着聊。胡爷，您这唱的是哪出？什么唱哪出？我要不帮你把这火撒出去，你他妈废话比我还多呢。赶紧坐着。是吗？听着。哎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滚！我觉得大家先不要太绝望，这次多亏了孙教授帮我翻译了龟甲篇上的文字。原来我外公留下的是一半的龙骨天书。龙骨天书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骨天书，无价之宝啊！孙教授，您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还是由您来说吧。都消停了，那就长话短说吧。文字在最初其实是有8种读音，除了我们现在用的平上去入这4种以外，还有4种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垄断，成了一种
机密语言，而这个龟甲上的符号，正是这种密文。我也是研究了一辈子，才有了些成果。可以说，现在世界上也只有我能看得懂这龟甲上的内容。那这龙骨天书说的是什么呀？事实上啊，龙骨天书它有一段野史，是关于风水大师李淳风的。李淳风曾经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，寻找木尘珠的下落。他耗费半生，终于找到了记录有木尘珠下落的龙骨天书。李淳风潜心研究，终于顺利破解了谜文，得知了木尘珠的下落。但此时李淳风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，他认为木尘珠如果再次现世，对皇帝和百姓都不是件好事。他把龙骨天书一分为二，将无关利害的一半献给了李世民。这一半龙骨天书一直藏在唐宫深处，后来唐朝破灭，这块龙骨天书便辗转流落到西夏霸主李元昊手里。这就应该是我们手里的这一半。至于他藏下的另一半，据说是被他带进了自己的坟墓。只不过外公留下的这一块龙骨天书记载的是木尘珠的外形，如果能够找到另外一块，我想就应该知道他的下落了。这李淳风的老家就在古兰县境内，他死了以后肯定落叶归根，所以他这墓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没错，所以孙教授第一时间向文物局报备，我们就立刻赶来了这里。只是没想到，在这儿碰上了你们几个。红班的事情，我一直于心有愧。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打算一个人去找木尘珠，无论花费多少时间，我都要把它找出来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哎，杨小姐，红班这事儿呢，你不是有意而为之，所以我跟胖子不会太在意。但有一个，要找李淳风的墓，咱们得一块儿去。老胡，哎，那红本本来是他害咱们得的，咱们干嘛跟他去啊？啊，哎，这路上要是有个闪失的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咱俩50岁可都活不过去了。没事吧你？之前一直鼓励我寻找木尘珠，现在怎么了？变卦了？我不是变卦，以前咱不是不知道罪魁祸首是那美国妞吗？现在既然话都说明白了，那谁捅的娄子谁负责呗。让他找去，咱干嘛跟着冒险？他说的没错，我已经害过你们一次了，这次就不连累你们了。胖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呢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都离不开谁。有任何事情就应该一块商量，一块想办法，只有这样，成功的概率才高，明白吗？明白什么呀？你早晚得让他给害死。几位，我说句丧气话啊，你们看看，这古兰县周围有多少墓葬群呀？咱上哪儿找李淳风的墓去呀？我琢磨着，这李淳风也算是摸金校尉半个祖师爷了。他这个墓啊，一定是经过精挑细选的。这倒是，这李淳风啊，可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寿终正寝的风水大师。这么说，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找到最好的风水位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风水呢，都是因地制宜，谈不上哪是最好的风水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我那半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里边写到过一个风水位，叫做内藏渊。所谓其源自天，若水之波，风水上有气处之象。这内藏渊奇就奇在，明明是顶级风水位，但从外表上，那是一丁点也看不出来。这内藏渊呀，我也听过那么一耳朵，据说里边有泉眼，深藏不露，
十分奇特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要在这古兰县里面找到内藏院的风水位，这就有可能是李传风的墓穴。哎，咱们头了去了鱼骨庙底下不有墓吗？再往下，没准就是那李淳风的墓了吧？胖爷，哎，咱在鱼骨庙发现的墓那是西周墓，啊，李淳风的墓那得是唐墓，能一样吗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啊，差得远了。稍有闪失，无伤大雅。没事儿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把这儿所有的地形给它勘察一遍，大不了就把古兰县里边所有的唐墓扫一圈，翻个底儿朝天。那咱这样可是大海捞针呐！怎么着，瞧不上自个儿啊？不是，胖爷，这次可是国家文物局的孙教授配合咱们替国家进行文物发掘工作，连我大金衙一介平头百姓也义无反顾舍命陪君子了。怎么着？您有参军梦想的人怂了？我怂？不能够！孙教授说了，龙岭迷窟地势特殊，容易塌陷。如果真能找到李淳风的墓穴，进行科学的发掘，也是对国家文化资产的一种保护。都听见了吧？放心吧，杨小姐，都歇着吧，明天一早出发。行，老秦，长得跟鸡子儿似的，还净去了。您别拿豆干不当干了。比我幸福，我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了，我还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。不是，要我说那叫什么猪的那他根本他就没有，他要真有的话，你说折胡山那么大能耐一人，他都找不着，凭什么我能找着啊？是吧？要说我这辈子也够背的，想当兵吧没当上，做个小买卖也没挣什么钱，好不容易这次跟老胡有这么一能显能耐的事儿，我还遇上这。我这次要是真回不去了，就连我妈做的炸酱面我也吃不上了。那我这次要是能回去，我再也不嫌你做的炸酱面难吃。要说我也真不孝，这么多年也没给你娶个儿媳妇儿，给咱老王家留个后晌。谁？我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瞧你这点出息，你听着什么了？没听见什么呀？好像就听见什么炸酱面娶媳妇儿。什么叫炸酱面娶媳妇儿啊？行，你惦记那美国妞，你不行，我惦记媳妇儿。别瞎说啊，谁惦记他了？哎，你爱惦记什么惦记什么，别惦记人家老乡家的羊啊！啊，谁惦记羊？哎呀，哎，归你了，还有一根。桂花，嘿，难得嘿。这还能抽吗？抽不了了，点都点不着，闻闻得了。啊。哎，胖子，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你在院里老挨揍那会儿吧？嘿，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听。嘿，什么叫我老挨揍啊？要不是你小时候长得跟韭菜苗似的，老受人欺负，我至于挨个找人打架去呀？得，我还记着有一回我那包让人给抢了，一拎块板砖就奔人家去了，让人家那哥5个揍得跟血葫芦似的，那血流的一直滴到我们家门口。哎，我记得当时天特冷，你把包给我的时候，都让你给捂热了。我当时真是不知道那哥5个都在家。哎，他们家最能打的是那小的，那家蹦起来拿板砖拍我，手那叫一个黑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
我让人家给揍了，你愣吓得1个礼拜没敢上学去。哎呦，瞧你那出息那怂样！我不是1个礼拜没敢上学，你不知道，我也找了块板砖。这我还真不知道哎，怎么你替我报仇去了？没有，我给自个儿来了个自拍，给我疼的那大包，1个礼拜都没好，跟脑袋上顶着一寿桃似的，我怎么上学啊？你有病啊！你那板砖拍自个儿？我不就想知道你当时有多疼吗？胖子，咱哥俩都从鬼洞里爬出来了，就真没什么可怕的了。你要是把我当哥们儿，你信我，我保证把你公公正正、全虚全影的还给你妈，而且让你拿炸酱面娶上媳妇儿，行吗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还怕没法跟你妈交代呢。哎，你在北京干那点事儿，我可全知道。你没事就去接济那对孤儿寡母的，你不就是为了图一个心理安慰吗？你接济得过来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什么不知道啊？要这么说，老胡你还真不能死。你说你要没了，你那些牺牲了的战友，是不是挨个得从地底下爬出来把我给掐死啊？滚蛋！我就是想说，不就一什么破病吗？咱把那珠子找着了，不就结了吗？对吧？对，给他找出来不就结了吗？胡，老胡，老胡，胡八一，老胡，胡八一，怎么了？看上老胡了吗？怎么一大早就见不着人了？没看见呀，是不是出去了？你赶紧回去看看，你带的装备少了没有？老胖爷，老胡呢？没见着啊，锻炼去了吧？别胡说，他从来不锻炼。嘿，大活人还能丢了？绳索、公民铲、手电筒全都没了。坏了，肯定是昨晚自拍那事没聊明白，他自个儿找木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一人送死去。哎，别慌，听我说，一种可能，他直接奔野外的墓葬区去了，你们俩去那儿找。那你呢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会先去县城打探李淳风墓的消息。马大胆他们不是在找你们吗？所以啊，县城只能我去。嘿，杨小姐，您是人漂亮，脑子更漂亮。甭废话，赶紧走，带着我衣服装备啊！哎，得嘞。怎么了？胡八一不见了，我们得去找他。那我也一起。您就在这儿休息吧，外面路不好走。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您歇着，我们走了啊，小心点啊！得嘞。老胡，胡爷，胡八一，胡爷，老胡。金爷，
这附近应该就是墓葬聚集区了。好了，这崇山叠岭的，咱上哪儿找去了吧？边走边找吧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老虎，虎呀！这天大地大的，老虎你在哪儿呢？哎，我胖爷，哎，那是个活物吧？啊，是，还动着呢。老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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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老乡，我就想问个道，我不是坏人，你躲什么呀？啊！我说胖爷，您别急，好容易碰见一活物，咱那得吓跑了。哎，老乡，你别害怕啊，我们就想跟您问个人儿啊，您见没见过一个，跟我差不多高，比他瘦，跟我们俩似的，长得倍儿精神一男同志，您见过吗？我才刚从地里回来，有个人刚给我问路了，好像就是你们两个说的这个人，那比你们俩长得都好看。那就对了。你确定那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是吧？差不了，他跟你们两个的口音是一样的。啊，您是在哪儿碰见的他？啊，方便给我们指个道吗？哎呀，那边岔路可多了，可是不好走了。这找错了。反正我儿个没事，要不我带你们过个来？这一片我可是可说了。哎呦，太谢谢您了，那您带我们去吧。剩下再跟我走吧。好，你走路吧。可遇见好人了。老爷子，您要这东西，我给您带过来了，您再仔细认认，看看是不是完璧归赵。果然没错。不光是这个，还有您那位朋友，我们把他给安葬好了。哎呦，那真是多谢啊！看来你们已经完全洞悉了老夫的盘算。我们找到这块蚊香玉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上面的气味有点似曾相识。正是当初您给我们算卦的时候铜板上的相似，而且这块玉佩是龙形的，我就更加确定您跟那位摸金校尉前辈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因为在战国的时候，龙形玉佩都是成对的，只有贵族之间亲朋好友才相互佩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另一块龙形玉佩应该就在您老人家手里吧？你接着说。现在看来，您当初给我们算命的时候就已经摸清楚我们是摸金校尉了，所以才借着一张符把我们引导到鱼骨庙，为的就是取这蚊香玉。我们拿到蚊香玉以后，您还是有办法能够逼迫我们回来找您，就是因为您早就知道我们后背这块红斑会变成眼球的形状。老爷子，说白了，您这可不是好心点拨，您这纯粹是拿我们当枪使啊！哎呀，这本来是我死马当活马医的手段，并没有指望你们能够获得成功。可是你们还真的拿着东西回来了，这倒让我刮目相看了。反正我们不能白跑这腿吧，有些话我还是得问一下您。问，是不是关于眼球红斑的事情啊？红斑的事儿我们自己已经弄清楚了。哦，我想问的事儿是李淳风的墓在古兰县什么方位？希望您指点指点。我只是一个瞎老头，
这寻墓探穴之事呢，并非老夫所长啊。老爷子，您就别跟我兜圈子了。您跟于拱崖下边那位摸金校尉的前辈都是朋友，这古兰县附近的大小墓，您总得知道一样。您就明说了吧，李传风的墓，您到底知道多少？这个嘛，我倒是从未所闻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你帮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忙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可是实在是爱莫能助。胡阿姨，你怎么还信算命呢？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我把整个县城都快翻遍了，跟我回去吧，大家都等你呢。哎，这位姑娘是？来了就别急着走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也是一高人，红帆诅咒的事儿他也知道。想听清他们声音，即使我掀起涟漪，也猜不透那人心还在思考，却早已被关在门外，深陷泥沼，却发现并没有神在付之一笑。多少人投入这病态虚有其表，涂抹一番只剩下骨骸。天地困扰，斗胆走一遭。是无非一道破道，生死交，肝胆相照，命中是注定乾坤暴躁。设身处地之时，能否看清道理？明月当头之日，能否探清道理？经历万重陷阱，如何能不违心？真相满目疮痍，才能懂得为义。谁愿理